印度在阿富汗学的是项庄舞剑，要夹击巴基斯坦，要和土耳其抢时间，更要干的是阻击中国的一带一路。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前一段时间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印度向阿富汗政府军呢连续2次提供了援助，一共给了是80吨的武器弹药。这个事儿呢，弄得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是非常恼火，把印度驻阿富汗大使馆都给占了。那么，印度这个行为呢，也确实说明印度已经正式决定了卷入阿富汗最近的战乱。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有人说，印度在阿富汗有过30多亿美元的投资。那么，印度这次支持阿富汗政府呢，可能是为了保护他投资。但是在阿富汗那儿有投资的国家可不止印度一个，中国投资也不少。但是中国和别的国家呢，并没有选边站，说要帮谁不帮谁。但是阿富汗塔利班这次也表达了可以不计前嫌，虽然印度呢以前曾经多次的向阿富汗政府提供过武器弹药，但是呢，只要这次你停止干预，仗打完之后，我们也依然欢迎印度继续来投资，继续来搞基建。所以呢，印度的干预态度恐怕不仅仅是因为经济问题，还有别的事情是可以考虑的。最近呢，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呢是有些争吵的。阿富汗政府认为巴基斯坦纵容了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阿富汗，说是已经有上万人武装力量通过边界进入了阿富汗参战了，这个让阿富汗政府很受不了，并且呢还指责是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阻止了阿富汗空军的行动，不让阿富汗空军袭击塔利班。但是呢，阿富汗的谴责虽然很严厉巴方的反应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只是辩护，但没有回击，说这种军事活动、这种战乱对我们巴基斯坦来讲也是一个灾难，我们怎么可能是自己愿意承受灾难而帮助这个阿富汗内部继续战乱呢？所以他的回应还是很温和，因为塔利班呢对巴基斯坦的威胁一样也是很大，所以硬说这个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也是说不过去。看上去呢不是巴基斯坦想要这样的争吵，但是印度方面呢马上有报道支持了阿富汗政府的相关说法，也宣扬了1万人通过边界进入阿富汗的一个事件。显然呢，这种争吵让印度感到有利可图，有机可乘。印度当然希望通过声援阿富汗政府，把阿富汗变成一个亲印度、反对巴基斯坦的国家，这样呢可以实现在巴基斯坦的另外一侧给巴基斯坦树立一个新的敌人，形成对巴基斯坦的夹击。同时呢，另一件事情可能也是让印度政府下了决心，就是土耳其干预了阿富汗的问题。这个呢，有可能让印度政府加快动作，因为最后如果是土耳其帮助喀普尔稳定了局面，那么阿富汗政府肯定也会是给土耳其面子，亲土耳其了。而且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又一直是相当的不错，那么稳定之后，阿富汗政局肯定对巴基斯坦更有利。这也是印度不能够容忍、不希望的事情。而且呢，土耳其已经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巴基斯坦的更不用说了。再加上阿富汗政府本来就跟中国有经贸的协议，而阿富汗塔利班也说了，就算将来干掉了阿富汗政府，以后也仍然欢迎中国。那就意味着阿富汗政府军赢了，并且是在土耳其支持下赢了。印度不得利，中国得利，而塔利班赢了，也是这个中国得利，印度不见得得利。那么只有一个环境下，印度是获得利益的，就是印度控制了阿富汗政府，把中国和巴基斯坦排挤出去，否则中国在阿富汗属于一个不会输的地位，这是印度不甘心的事情。所以呢，他不会放过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争吵的机会，阻止中国在阿富汗继续获利。其实呢，印度是给自己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首先呢，印度要深入的干预阿富汗的国内事务，对印度军队的投送能力来讲呢，还有后勤保障能力来讲呢，考验实在太大了。毕竟它跟阿富汗不接壤，它的力量要想穿越巴基斯坦，要想穿越伊朗，把大量部队投进去很难。巴基斯坦怎么可能容忍大量的印军通过自己的领土跑到阿富汗去呢？而且呢，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也很容易被阿富汗人看成是宗教敌人。不管那个塔利班跟巴基斯坦政府怎么打，起码是宗教内部矛盾。但是你印度不一样，你印度可是跟巴基斯坦有过深厚冲突的。这种情况下，塔利班很有可能把这个印度军队视为是入侵者、宗教敌人。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宗教基础、群众基础，那就不是印度这个身份那么容易挑战的了。印度呢，如果保持冷眼旁观，跟最后阿富汗的胜利者一方保持好经贸关系，并非不可能，也是能够获利的。但是如果印度老想深入介入，改变当地这个政局的发展方向，那对印度的消耗可能会远远超过莫迪的想象。其实呢，大家都明白一点，印度最好的选择就是不要过度的干预阿富汗的内部发展，而是要跟土耳其或者是跟巴基斯坦一样，选择跟中国进行合作，发展经贸关系，加入“一带一路”，才能获得一个最好的结果。好，
关于印度人在阿富汗到底能够玩出什么花样，我们真的要看莫迪有什么样的信心。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